没想到在2023年马上要告别尾声的时候，有一款运动相机让我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当 AI 占领了运动相机领域，当它正式告别了阳光机的称号，一台再也不用你剪辑的运动相机——影石 Insta360 Ace Pro， 我们今天的主角。说实话，当我刚拿到这台机子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这看起来不就是一台普普通通、中规中矩的运动相机吗？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使用它的时候，才发现它完全颠覆了我对运动相机的原有认知。我们带它去拍摄了日落、日常 vlog、夜视、骑行等等不同的场景，我的感知是，这简直是一台完整意义上的 AI 智能产品，也是运动相机史上一次可以成为重大革新的产品。所以今天呢，其实也不仅仅是和大家介绍评测 Ace Pro 本身，也想和大家分享在旅行和日常拍摄中，它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有别于其他产品和它真正带来改变的地方，和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依然有待改进的部分。当我听到说这是一台告别阳光机的运动相机，我整个人就振奋了，因为不说了，真的全都是泪了。所以我们这次果然呢，又在拍摄日遇到了个大阴天。不说了，真的全都是泪了。我觉得这个魔咒应该永远都逃不掉了吧。然后因为有了1.1/3英寸这个更大一级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我们在光线比较好的日落、多云的海边、雨天的城市里面，不同的时间段、场景下去做了实拍。我个人感觉画质这一趴，它真的是有点东西的。那对于运动相机，我本身并不会给予太大的期望值，但是这次拍摄，无论阴天下雨还是晴天日落 ，Ace Pro 的色彩表现、画质表现都可圈可点。Action 4、GoPro 以及 Ace Pro 在相同场景下的拍摄表现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3台机子都设置为自动曝光前提下 ，GoPro 11在高光比下会有相对过曝的情况发生。Action 4的高光阴影在低 log-m 加成之下，整体表现还算是不错的。Ace Pro 得力于徕卡的光学加持，对于阴影细节的处理、高光的表现和整个画面光斑的效果上，我会觉得更接近数码相机的感觉。那你们会觉得哪个拍出来更优秀呢？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你们的观点哦。你说运动相机拍夜景，想都不敢想。Ace Pro 的芯片算法在夜间录像模式拍摄下，确实是会比以往的运动相机画面表现更出色一点的，整体画面会更亮，不再是黑黢黢的一团了。但它也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去提亮整个画面，因为我们会发现暗光被提亮的同时，亮光光源也得到了很好的抑制，控制了运动相机的老路子、高光过曝、暗部丢失的这个情况。老实说啊，对于一台运动相机，我觉得能做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很满意了。不行嘞，你是不是该有更高的要求嘞？哦，那这样吧，影石，咱们加油，争取早日做出一台夜视仪来啊！我觉得它的暗光防抖也还不错，唯一有一点可惜的就是夜景录像模式只有4K 30帧的拍摄模式，少了 AI 高光助手这些选项。那你要多给了，这 buff 不就叠满了吗？要不你过来，咱们一起说吧。我身边真正有运动相机需求的，其实都还蛮在乎逆光的表现的。真正运动的时候自拍，不像你去旅拍，你还能避开过曝的情况去构图去拍摄。比如说骑行吧，就逆光拍摄情况真的太多了。然后澳洲太阳又狠又毒，所以我们就趁着阳光去骑了一天。结果呢，就是为了拍这个 Ace Pro 已经拼了老命了。我第一次爬山，爬一半快挂掉了。爬到一半给我发短信说不行了，我骑不动了，等我一下。我这带山药已经做了10分钟了。然后后面骑车上来的人还挺好心的问我，哎，你没事吧？然后还有一个开皮卡的大哥停下来，你没事吧？
Ace Pro 在开启到 4K 30帧或以下呢，就会自动开启 HDR 模式。怼脸自拍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启人脸测光；对景拍摄的时候，开启全局测光。逆光人像上肤色的曝光还算是比较准确的，动态范围呢也挺优秀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像骑行、冲浪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拍摄规格上 ，Ace Pro 最高可以拍4K 120帧，但是会失去一些功能，比如说2倍无损变焦、AI 高光助手。4K 60帧就是我们平常最常使用到的拍摄规格了，2倍无损变焦是我觉得它最让我亮眼的一个部分。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功能我们使用频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其实运动相机它一直无法去替代我们的数码微单，甚至是手机的问题，也在于它的焦段。那或者说，运动相机和数码单反以及手机其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使用需求、使用场景，根本没有办法去比较。因为我们在旅拍当中，通常都需要有更多的机位、更多的景别然后更多的焦段，去让这个画面变得更漂亮、更加丰富，也更加有张力。但是运动相机它本身就比较难做到这一点。那这次 Ace Pro 它做到了吗？并没有完全，但是它迈进了这一步，让我看到了一丝丝可能性。至少在无损变焦这个功能下面，我们能拍到广角、超广角没有办法拍摄到的一些机位焦段画面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让你在不损伤画质的同时，可以拥有第二选择性的焦段。所以画质上你给几分呢？我给了它4.8吧。我就4.5吧，怕他骄傲。开头的时候我说它不能说是一台简简单单的运动相机，它是一台 AI 智能相机。如果说画质是它的闪光点，还有人会有异议，那我觉得将 AI 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到这台机子，才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AI 高光助手，当你把这个功能开启以后，你就拥有了一台完全不同的 AI 智能相机。在一些长时间录制的拍摄片段里，机内会自动 AI 分析高光时刻，帮你甄选出一些比较出彩的片段，也可以手动在机子里面直接去选择那些高光片段进行合成和片段导出，这样真的会节省很多的后期剪辑时间。我觉得拍视频的人应该都懂吧，就是后期素材整理和废片删除起来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那你比如说在录的时候觉得这个素材不行，也可以直接长按录制键就删掉了。那连接上 Insta360 APP 以后呢，也可以选择性的去剪辑、合集，创建一些精彩的瞬间，都是一键生成的，省心省力。想要下载相机里的素材到手机上，你也不用再干等了，后台直接下载，也不会影响你手机干别的事情。同时，其实它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还不错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暂停录制，到达下一个场景可以继续录制，4成1段完整的片段，而不用重新录制生成2段素材。同样也是为了节约素材空间，减少后期剪辑时间。对于运动、骑行、浮潜这样的拍摄更换场景来说，更换角度来说，暂停继续录制这个功能都挺好用、挺科学的。那它可以和 Apple Watch 相连，骑行的数据一览无余，还是很酷的。手势控制也是 AI 智能里很有趣的一个功能，手掌一举自动拍视频，比耶就是拍照。如果单从画质的卓越性上来说，我也许会觉得它是一台不错的新一代的运动相机。但当 AI 真的融入相机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真正带来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为一场革新。它究竟会不会影响其他品牌对下一代产品的研发方向，为我们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所以 AI 功能你会打几分呢？运动相机迎来了4800万像素，更丰富的细节，更强大的画质提升，这一点上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我们直接上图。因为有了更好的画质、更强的算法，对续航是否会有影响，也是我自己比较担心的一点。实际使用中，我们测试下来，日常室外27度左右，4K 30帧连续续航的时间在屏幕下方。在我使用4K 30帧运动拍摄、高温天气骑行10公里左右连续性录制，外加 Vlog 日常拍摄一整天测试下来，不会有过热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你想要持续1天高强度拍摄，一定要携带充电宝或者额外的电池，因为有 PD 快充，20分钟不到的路上的时间呢，它也能够满血复活，所以对我的使用场景来说还是够用的。但是是否对你也一样，需要你们自己去衡量。
我们发现它的使用场景还算是比较全面的，覆盖率呢也很完善。翻转屏的独有配方，从 Go 3我就感受到它的好处了。Vlog 自拍得心应手，低机位角度自拍构图也很便捷。骑行场景下，我们也发现拍摄中能够更好的去看到屏幕构图。夜景能力的出众，让夜间和弱光环境下拍摄呢也不再恐惧了。稳定性能呢也一如既往，运动拍摄也很丝滑顺畅。当一个新产品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想要更客观的去评价它，也是想给真正需要的人一些中肯的意见。所以 Ace Pro 有这么多的优点，那反过来它有没有值得改进，或者说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呢？2倍无损变焦，仅仅在 4K 60帧或以下场景下才可以见效。4K 120帧拍摄模式不能使用无损变焦、AI 高光助手和水平矫正这些功能。我最喜欢使用的自由比例模式拍摄也会失去无损变焦和 HDR。另外，在拍摄中呢，我们发现机子本身的反应度会有那么一点点延迟，在按下录制键后会出现短暂的黑屏，结束录制存储呢也会有一点点延迟，但是这个程度算是可以承受的范围，在之后的固件更新中，相信也是能够进行改善的。那固定的镜头不能再像 One RS 一样灵活多变，可以换上全景镜头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小遗憾。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它依然是一台还蛮让我惊喜的智能运动相机。当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我们究竟是否还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剪辑、去后期，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留给拍摄、留给记录本身，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在读博士以及数据行业的从业者也可以算是半个行业业内人了，对吧？我其实要说的呢，就是这是一条非常任重而道远的路。人工智能在短期或者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的，但是它可以帮助创作者的，应该是把创作者从繁琐的工作和工序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创作本身。而每一次行业的试水试探，都是为了今后更优秀的技术去做一些铺垫。也正是需要这样最新的技术能真正落实到产品本身，行业才会进步，时代才会变革。升华了。